夸张了，这些才刚交车，甚至连第一次回原厂保养都还没到的新车，竟然满街都有人在抛售。我们这次一口气盘点了12款全新购买，结果开不到1年就急着被车主认赔杀出、转手或直接退车的车款，这些车主真的忍无可忍了。我们这次帮大家追踪了所有车主的真实抱怨、二手市场的残值数据，还有他们背后真正想逃的理由。我敢发誓，名列第1名的那个理由绝对会完全颠覆你以后买车的想法。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会直接掀开名单上每一台车的底牌，告诉你为什么车主们会集体跳船。这种抛售潮到底释放了什么讯号？我们买车时又该彻底避开哪些地雷？一定要看到最后。名单上最后那一台车的退场理由，绝对是目前整个台湾汽车市场上最让人傻眼的鬼故事。好，我们直接从第12名和第11名开始。这2台车都是当初买家以为买到宝，结果开回家天天活受罪的中小型跨界休旅 CUV。这2台跨界休旅当初在规格表上看都超级完美，但只要一开上我们台湾的日常道路，真实的用车体验直接当场卸妆，烂到崩溃。好，第12名，我们来聊聊福斯在海外卖得很夯的小休旅 Volkswagen Taos。 这台车在国外主打不到100万台币就能入手德系血统，定位在大老哥 Tiguan 下面，规格表看起来香的要命，但在台湾车友眼里，这台车要是真的引进，大概也是被喷爆的份。因为二手市场的抛售数据早就把他们的底库都给抽出来了。这台车最致命的就是那颗 1.5 升的4缸涡轮增压引擎。讲到这颗引擎，台湾开 Golf 8或是 Skoda 家族的车友绝对心有戚戚焉。你去爬一下 PTT Car 版，精华区随便一搜都是新车签不到半年就亮黄灯，后车厢不放1罐机油根本不敢出远门的血泪评测。国外论坛更是灾情惨重，有车主抱怨新车开不到2500公里，每跑1600公里就要吃掉1公升的机油。网友都反讽说这不是吃机油，这是引擎在喝威士忌吧。最让车主抓狂，直接决定认赔杀出的是福斯的售后态度。你花了100万买新车，天天提心吊胆回原厂想出保固，结果出保的流程被台湾车友形容成像在跟原厂打官司一样，刁难到不行，只会叫你再观察看看。买新车还要受这种鸟气，难怪大家开不到1年宁愿赔钱也急着要把车子卖掉。接下来第11名，这台车搭载的科技真的很有梗，它就是30的 Outlander 5插电式油电休旅，平常在市区可以当纯电车开，跑长途又可以加油，完全没有里程焦虑。但是这台车当年在台湾引进的时候，因为价格直接飙破150万台币，早就被台湾网友酸爆是信仰爆棚的盘子车。好不容易有热血车主捏着预算买回家，结果真实的用车体验简直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这群车主遇到最吐血的问题就是家用充电桩的相容性常常搞飞机。台湾网友评测就直接点出痛点了，在台湾买这种车，光是去跟大楼管委会开会吵架，好不容易求奶奶告奶奶才把家用充电桩装好，结果一插上去，居然常常充电失败。最惨的是开回原厂，连原厂技师都很难稳定诊断出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你想想看嘛，车主多花那么多钱，图的就是在家充电，每天满电出门的爽感。结果买回家才发现，这个最核心的招牌功能竟然像抽抽乐一样看运气。台湾车友的真实心声就是，花这个钱我不如去买纯电车，或者直接买汽油版油钱，还可以加到报废。大家抛售它真的不是讨厌它的空间，而是那种我多花了冤枉钱买了一个坏掉的功能，回原厂还修不好的强烈挫折感，这才是逼得车主在第1年就集体认赔杀出的真正原因。好，紧接着我们要进入第10名和第9名。这2台车的来头更大，他们是当初车友们热血高喊真香，第一批抢着订车的纯电动车 EV。 谁能想到这群最热血的科技先驱竟然在短短12个月内全部集体破防，变成二手市场上最急着把车脱手的卖家。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鬼故事？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紧接着进入第10名。这台车在台湾车圈话题性高到破表，它就是福特的纯电野马 Mustang Mach-E。讲到这台电马，台湾第一批入手的车主心里绝对在流血。这台车刚上市的时候开价快要250万台币，结果后来销量不如预期，原厂在2024，2025年直接来个史诗级大降价，一口气砍了30到50万。去爬爬 PTT Car 版，网友都在笑说，第一批买的车主真的是早买找罪受，迟到享折扣，直接被当韭菜割爆。但这台车之所以在第1年就出现疯狂的抛售潮，价格崩盘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让车主忍无可忍的是试驾时的热血跟回家后的用车现实落差实在太大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里程焦虑。
在规格表上，这台车的满电续航力看起来很漂亮，但只要一上路，尤其是冬天遇到寒流，或是你载满家人全速跑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掉电的速度会让你头皮发麻。国外数据显示，在低温环境下，电码的真实续航力直接暴跌25%到35%。原本以为买了一台可以跑快500公里的车，结果寒流来的某个清晨，你一发动，发现可行驶里程只剩下300公里出头。这对没有自家充电桩、完全没做好功课的买家来说，用车习惯要被迫彻底改变。不过平心而论，这台车有没有这么烂？其实也没有。这几年福特的充电网络合作越做越好，而且透过多次的 OTA 软体更新，这台车的本质其实一直在进步。所以这些第一年就急着认赔杀出的抛售潮，与其说是车子本身的问题，倒不如说是这群买家在交车后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形态和家里的充电环境根本还没准备好开电动车，这种买了才后悔的痛悟，才是让他们决定在1年内赶快把车卖掉的真正原因。好，第9名，我们来聊聊福斯在台湾开价160几万起跳的纯电休旅 Volkswagen ID.4 这台车的第一年抛售潮，原因跟前面讲的里程焦虑完全不一样，逼走车主的元凶是2个字：软体。讲到福斯的车载软体，去爬一下 Mobile 01或 PTT 的评测，只要是开过 ID 家族的车友，基本上都在喷那个车机。这台车从国外上市开始，最被酸的就是那套反人类的触控界面和像在开盲盒一样的车机癌。虽然福斯原厂一直强调他们可以透过 OTA 云端更新，但日常用车的真实体验根本没解决。车主反应最严重的就是系统反应，慢得像上个世代的智慧型手机，甚至还会遇到荧幕直接黑画面当机。更扯的是，很多买家当初是捏着预算砸了快200万，心里预期的是至少能拿到像双 B BMW 或宾士那种流畅的高级感车机，结果买回家一滑，这卡顿感简直让人怀疑人生。而且接下来这个才是最疯狂的。海外很多车主集体爆料，福斯的软体更新居然会越更新越烂。这次好不容易用 OTA 修好了上一个 bug， 结果下一次更新又附赠你一个全新的系统灾情。你想想看嘛，买一台新车回家，结果车子开一开，系统功能竟然随着软体更新变得越来越难用。这种精神折磨，最后直接变成二手市场上那一整排椅垫都还没坐热的中古车抛售潮。好，看完了前面几台被科技搞到破防的休旅车，接下来进入的第8名和第7名情况完全反过来。这2台是当初在广告里把热血梦想卖得极其完美，规格强到没朋友的性能车款，结果他们确实把梦想给满了，但随之而来的用车代价和骨感的现实却是这群买家连做梦都没想过的。这2台车到底有多让人吃不消，我们直接看下去。好，第8名，这台车绝对是所有热血车迷的终极梦想，俗称地狱猫的 Dodge Challenger SRT Hellcat 最终限量版。当道奇官方宣布 Challenger 整个车系要走向终点，停产的时候，那些有钱的收藏家和美式肌肉车迷简直疯了，大家都抱着这是我最后一次拥有大排气量 V8 传奇的情怀疯狂抢购。但在台湾，当这群车主开开心心从外汇车商那里把车牵回家之后，现实的铁拳马上就把这群人的情怀打得粉碎。第一年就出现了让人傻眼的认赔抛售潮，为什么？因为地狱猫的日常用车代价真的太骨感了。这台怪物有717匹马力，但你要知道，它搭载的是一颗6.2升的机械增压 V8 引擎，在台湾，光是每年要缴给政府的牌照税加燃料税，一年就要喷掉快要8万4千元台币，更别提它的油耗了。在市区走走停停，平均油耗大概每公升跑不到5公里。很多热血车主当初试驾的时候踩得很爽，买回家通勤才发现，这哪是在开车，这根本是加油站的 VIP 全年无休在储值。每次加油那个油表掉的速度会让你怀疑人生，而且去爬爬外汇车社群或者 Mobile 01的讨论就知道，很多人买这台车是抱着买来收藏兼投资的心态，但台湾网友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个幻想，收藏心态跟日常代步在台湾根本是不可能并存的。你买了一台限量版地狱猫，天天开着它在台湾塞车找车位，里程数一高，二手残值直接原地蒸发。但如果你为了保值，天天把它供在车库里吹冷气，每个月还要付高额的车位费和保养费，你根本享受不到这台车这种开也不是放着也不是的尴尬处境，最后直接让这群热血玩家在第一年就集体破防，摸摸鼻子把车挂上拍卖网认赔杀出。第7名，我们来聊聊热血币迷心中绝对的操控神车 BMW M2。平心而论，
M2 绝对是一台客观上无可挑剔的顶级性能车，精准的操控，硬核的操驾乐趣，完全对得起它在车圈的超高名声。在台湾，一台要价370多万台币，买它的人当初绝对都是满腔热血。但问题是，这台车对日常代步的耐受度要求极高，有很大一部分第一年就急着抛售的车主，都是交车后才崩溃，发现自己的屁股根本不属于这台车。你有开着 M2 在台湾日常通勤过吗？那种感觉简直是在挑战拉力赛。M2 的原厂避震设定硬到像是直接把不锈钢焊在底盘上。你去爬一下 Mobile01的车主真实评测，大家都自嘲开这台车在市区走，只要压到一块突出的人孔盖，震动会直接一路从屁股传到大脑，连昨天晚上吃了什么都快震出来。更吐血的是，这台车标配的是低扁平比的性能跑胎，开在台湾这种到处挖挖补补像贴狗皮膏药一样的马路上，只要一个不小心，高速撸到比较深的台湾特产大坑洞，轮胎当场就会爆胎，甚至膨大包给你看。你以为换一条轮胎就好了吗？这种性能车常常连里面的原厂铝圈也一起变形。摸摸鼻子回原厂，换一颗原厂铝圈加一条新胎，随便都要喷你台币3万到5万元。这种几万块的非预期开销，在台湾天天开出门就跟抽抽乐一样，随时会发生。说白了 ，M2 真的不是一台烂车，它是一台为了赛道而生的机器。但它的第一年抛售潮，纯粹是因为很多买家高估了自己的耐震能力。人家的舞台是赛道，而你的现实却是天天在台北或高雄的烂路，还有地下停车场的超陡斜坡，跟它硬碰硬。这种生活撑不到1年，真的就想投降了。好，前面讲完了这几台让有钱玩家集体破防的性能怪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6名和第5名。这两台车不是什么大马力跑车，而是无数家庭当初精挑细选、最信任的家庭实用车款。谁知道这两台最需要讲求妥善率的保姆车，竟然把那些最需要载家人的车主们害得最惨。而这两台车退场时所带来的财务损失，更是今天这整份名单里最让人肉痛的。第6名，这台车跟刚才那些买来好玩、买来热血的跑车完全不同。这台车的抛售潮背后是无数台湾好爸爸、好妈妈的集体眼泪，它就是很多多子家庭透过贸易商引进的顶级美式大 MPV Chrysler Pacifica 插电式油电版，在台湾会花将近300万台币去外汇车商那里订这台车的买家定位非常精准，他们家里通常有3个以上的小孩，后座装满了安全座椅，每天的行程表排得密密麻麻，早上要送小孩上学补习，安亲班，假日还要载全家人出游。这种家庭对车子最核心的要求只有2个字：稳定。你可以操控不好，可以长得不帅，但你绝对不能给我开天窗。但这台车只要一故障，它搞砸的不是一个人的通勤，而是整个家庭的灾难。这款车的 SEV 插电式油电系统在各大车主论坛上简直是个未爆弹。交车没多久，里程数还很低的时候，各种电池管理系统警告、充电系统故障，甚至是混合动力控制模组死机的灾情就接踵而来。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吗？礼拜一的大清早，外面下着大雨，爸妈急着要载3个小孩出门，结果一按启动键，车子直接跳黄灯，当机发不动。这群买家不是那些追求速度、车子坏了摸摸鼻子算自己倒霉的性能玩家耶，他们是爸爸妈妈，他们要的是一台不管外面的天气几度，不管软体有没有更新，每天早上都必须平安把家人送到目的地的保姆车。而且最疯狂让台湾网友看傻眼的是什么？你去对比数据会发现，同款车型如果买的是传统纯汽油版的 3.6 升 V6 版本，妥善率竟然出奇的好，非常稳定。这代表根本不是这台车的本质不好，而是它后面加装的那套插电式油电系统整合技术烂到不行。这些当初为了省油，为了可以在家充电，多砸了几十万冤枉钱买非 V 版的顶级孝亲车主，最后省油的甜头没尝到几次，却天天在体验修车顾路的苦头。每天开车出门都在心理建设，这种高压的顾路焦虑换作是谁，撑不到1年绝对都是崩溃认赔，赶快把车卖掉。第5名，这台车在台湾的硬派越野圈和露营界名气响当当，它就是传奇越野神车兰哥的油电版。Jeep Wrangler 4X 在台湾会花300多万台币去找贸易商签一台兰哥的车主，绝对都是硬核玩家。当初牧场想得很美，觉得用电动马达的强大扭力来玩低速越野，在市区还能当纯电车开，听起来香得要命，对吧？但这台车第1年就爆发了疯狂的抛售潮。去翻翻台湾那些重度越野和吉普车社团的真实评测，老司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买这台油电兰哥根本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最致命的问题就是那套插电式油电系统跟大电池，直接帮车身增重了将近300公斤。玩过越野的都知道，兰哥以前最大的优势就是车身相对轻巧，身手灵活。
现在多了这300公斤的赘肉，当你开去台湾的野溪、林道，甚至去飙车的 technical 恶劣地形时，整台车的动态表现变得超级笨重。而且因为电池摆放位置的关系，这台车的进入角和离去角等越野几何数据还被稍微牺牲掉了。这对基本教义派的越野玩家来说，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缺点。更搞笑的是，这台车在最完美的状态下，纯电续航里程竟然只有可怜的35公里。35公里代表什么？在台湾，你光是从台北市开到桃园，电就差不多喷光了，更别提你想开去宜兰南澳或是中部林道越野了。这代表什么？这300公斤的油电系统重量和复杂度，每天不管是塞车还是跑高速，你都得全天候扛着它。但它那微薄的纯电好处，你根本用不到几次。这群原本想买热血蓝哥的玩家，最后发现自己买到了一台更重、更复杂，而且纯电功能基本变鸡肋的重装蓝哥，开起来卡手卡脚。难怪第一年一堆人宁愿认赔杀出，也要换回纯汽油版本。好，看完了前面这些被油电系统拖累的经典硬汉，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4名和第3名。这两台车直接证明了一件事，在汽车市场上，钱砸得够多，不代表买得到快乐。这两台车在国外全新定价都超过6万美金，引进台湾更是动不动就要200-300万台币起跳的豪车。但他们的车主交车之后，竟然连一刻都忍不下去，急着要把这几百万的豪车给脱手，他们到底有多让人心碎？我们继续看下去。第4名，这台车如果你在路上看到，绝对会忍不住回头多看2眼。它就是通用汽车砸下重金打造的豪华电动旗舰 Cadillac Lyriq。在台湾，这台车透过贸易商引进，身价动不动就要300万台币起跳。说实话，这台车在展间的视觉效果简直是剧场级的震撼。车内那块33寸的巨型弧形 LED 液晶大荧幕，科技感直接拉满。它当初上市就是冲着特斯拉的 Model Y 高阶版或是欧系100万电动豪车来的。但这台车第1年的车主抛售率却揭露了一个超级尴尬的现实，原厂砸了几百亿的行销预算，依然没办法解决它身上最致命的猪队友，那就是软体整合烂到爆。Lyriq 使用的是通用集团的 Ultium 电车平台软体，这套软体在国外早就恶名昭彰，你想想看嘛，台湾的车主花了整整300万买一台豪华电车，他们心里预期的软体流畅度至少要像 Tesla 那样滑顺好操作，对吧？结果买回家一滑，爬滴滴卡和各大电车社群的评测，车主都在抱怨那套系统用起来卡到不行，逻辑反人类。这种落差感，价格卖越贵，车主就会越抓狂，而且长途出游时的快充速度也是个大问题。Lyriq 支援到190瓦的直流快充，听起来好像很够用，但你去对比一下目前台湾市场上很红的现代 Ioniq Q6 或是起亚 EV6， 人家都已经飙到350瓦的超高速快充了。这个规格差距，只要你在假日开着这台5公尺长的大车去跑苏花公路或者环岛充电时，感受最明显。人家充个18分钟就满电出发了，你却还要待在充电站干等，旅行时间直接被拖垮。不过这台车最可惜，也最让黑手工程师心痛的转折在这里。Lyriq 的实际行路质感、避震的舒适度，还有内装真皮与饰板的豪华用料，表现真的超级强，完全不输给同价位的双臂或保时捷。它明明底子非常好，却硬生生被糟糕的软体和慢半拍的充电速度给毁了。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花300万买车，还要天天受这种窝囊气，第1年急着把车抛售，认赔杀出，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儿。第3名，这台车直接指出了所有豪华跑旅车主买车前跟买车后最残酷的心理挣扎，它就是韩系顶级奢华旗舰 Genesis GV80 Coupe。这台车在台湾一样要找外汇车商，引进代价动不动就要300万、350万台币。它当初上市就是看准了 BMW X6 或是宾士 GLU Coupe 的市场，主打一个帅气的流线斜背。但为什么这台顶级豪车第1年就被车主疯狂抛售？原因很简单，大家都陷入了视觉动物的陷阱。交车后才发现，为了外形耍帅，代价竟然是阉割掉全家人的舒适度。你去爬 Mobile 01或外汇车社群的讨论，跑旅最大的硬伤就是后座的头部空间，因为车顶往下斜，后座只要坐一个成年人，那个压迫感真像坐进牢房一样。最搞笑的是，大部分好爸爸去展间看车试驾的时候，谁不是自己兴奋地坐在驾驶座上，一边摸着方向盘，一边看着前面那块超大荧幕喊真香？根本没有人会去认真体验后座坐久了到底舒不舒服。更疯狂的是，这台酷配跑旅版竟然比一般标准版的 GV80 还要贵上整整20几万台币。你想想看这个逻辑吗？你多花了20几万买了一台空间被缩水、后座变压迫、载家人出游还会被碎念，花这么多钱买这什么烂后座的车？
这种买车前的浪漫幻想，在交车后只要遇到几次全家出游，在长辈抱怨，立刻就会演变成夫妻吵架的导火线。这群多金买家回过神来，认错的速度跟那个抛售的残值数据一样快，宁愿赔钱也想赶快换回实用的大 SUV。好了，看完了前面10台让无数车主崩溃破防、认赔杀出的热门地雷，接下来我们要正式进入最震撼的第2名和第1名。这最后2台车的抛售故事可以说是今年整个汽车市场上最具启发性也最精彩的血泪教训，它直接扒开了所有新车买家最容易搞错、最盲目的致命错误。不管你接下来打算买油车、电车还是油电车，这2个鬼故事绝对会彻底改变你以后买车的标准。到底是哪2台车让全市场傻眼？我们直接揭晓。第2名，当这台车出现在第1年抛售名单上的时候，大家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它就是特斯拉最卖座的神车 Model 3 Highland 换新版长续航4驱版。说实话，不管是去爬 PTT 还是滴滴 Car， 特斯拉的车主满意度在台湾一直都是业界前几名。换新版大改款之后，不管隔音、路感还是内装质感，客观来说都进步超多。那为什么这台规格点满的长续航4驱版第1年竟然会有一群车主急着脱手？原因不是车子烂，而是这群买家踩进了长途生活圈的隐形大雷区。这群买家当初之所以多花快30万不买后驱版，硬要捏上去直上200多万的 Long Range 4驱版，图的是什么？不就是图它高达600多公里的续航力，觉得可以无脑环岛长途跑透透吗？但他们交车后才发现，特斯拉那套引以为傲、全台最强的 Supercharger 超级充电网络，在台湾的主要西部国道、廊道和市区大卖场虽然盖得很密，但只要你离开这些精华区，事情就完全变掉了。有很多车主买了这台车，高高兴兴打算开去花东纵谷深山跑中横公路，或是开去苗栗南投的深山秘境露营，结果一开过去才发现，这些非主要干道的偏乡和山区超充桩根本少得可怜，有些路线的超充距离刚好卡在一个让你进退两难的尴尬点。这根本不是车子本身的瑕疵，而是生活形态跟地理环境完全不合。这种生活适应上的失败，你就算让特斯拉原厂每周进行 OTA 软体更新，也根本解决不了超充不够密布的现实。最讽刺的是什么？其实在买车前，你只要打开特斯拉手机 APP 的旅程规划功能，它早就帮你精准预测好哪些偏乡山区会没电、会卡关了。但这群好爸爸、热血买家在台北展示间看车的时候，每个人大脑都处于多巴胺爆发的冲动消费模式。大家买车前都在试算最完美的环岛极限剧本，根本没有人会去算最惨最倒霉的深山卡关情境。直到交车后，全家人真的被卡在没有超充的偏乡干等的时候，那种破防的挫折感直接演变成1年内认赔杀出的惊人抛售数据。终于来到今天的终极第1名，这台车绝对是目前整个汽车市场上最让人跌破眼镜，但也最充满血泪教训的第1名。它就是美国纯电新创巨头的顶级巨兽 Rivian RES。说实话，这台车出现在第1名，真的让人很心痛。因为客观来说 ，RES 绝对是过去10年内整个汽车工业里最让人惊艳的顶级好车之一。在台湾，这台车官方根本没有引进，那些热爱户外活动的顶级富豪是自己砸了新台币400万甚至500万元的天价。透过贸易商硬从美国办进来的这群买家非常有钱，他们完全不是因为预算问题而卖车。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群多金车主在交车不到1年内集体破防抛售？答案就是2个字：后勤。Rivian 的原厂维修和服务网络目前在美国完全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这台车最大的讽刺就在这里，它的品牌包装非常成功，主打的是硬派冒险、亲近大自然，所以会砸大钱买它的人，通常家里都住在离大自然很近的郊区、偏乡，或者是假日最爱开车去南投、花东等深山秘境探险露营。结果这群车主交车后才发现，当你在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山老林里，车子遇到保固问题，或是油电系统突然亮黄灯当机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地方修。这不是那种派个行动维修车换换轮胎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很多时候它需要开回大型的专属保修厂。在台湾更惨，你开这台400-500万的纯电孤儿上山冒险，只要一个不小心顾路，全台湾几乎没有一般外厂会修，你只能叫拖吊车一路从深山老林拖回极少数懂这台车的北部顶级外汇车厂。最疯狂的是，你去问这群第1年急着把车卖掉的车主，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台车本身棒透了，他们爱死这台车了。但现实就是它的售后后勤完全跟不上它的广告行销。
这种产品本身满分，但售后后勤却让你活受罪的巨大落差，成了2026年新车市场上代价最昂贵的一堂课。这也让 Rivian 同时输掉了二手残值和车主的信任。好了，看完了今天这12款让车主刚交车就集体破防、认赔杀出的新车名单，如果今天这支影片有帮到你，让你在下次买车签字前成功避开地雷，请一定要帮我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每周都会推出最辛辣、最诚实的汽车内幕大盘点，带你去看新车规格表背后最真实的养车现实。下一集我们要聊聊硬币的另一面，盘点全台湾第一年车主满意度最高，绝对值得你掏出每1毛钱去买的12台宝藏神车。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